曾经在生活里遇见外表光鲜亮丽，但相处后发现和外在不符的人。在这个时代，外在默默成为人的追求，但有外在没内在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嗨，欢迎收看这周的 Loki Roll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很多人一直在讨论说怎么变漂亮，怎么拥有更好的外在，但很少人讨论什么样的人会让人真正想要靠近，这才是核心点，对吧？我先前被问过一个问题，对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看法跟想法。类似这种被延伸的问题，其实就还蛮多的。比如说，常常大家在讨论的，会选外在还是选内在啊？然后觉得外表比较重要还是内在这种问题，其实这种讨论本身，我觉得就蛮偏激的，因为二分法时常会搞对立。现在有些人对外在单一的追求，其实蛮让人难以理解的。我说的单一是指说，有些人他们会在外表或是说在身材上面去下功夫，但我真心觉得外表不是外在，不是在指说你的眼睛是单双眼皮，还是你 BMI 值多少，你屁股够不够翘，你有没有双下巴，然后你现在身穿的衣服是不是最流行的，而是你的整洁和你的仪容。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很多人都非常有感。我在生活中，我会看见一些人，就是他们会莫名其妙让我感觉很好，但跟他们的外在无关，外表无关。有时候可能是我去结账的时候，就是我自己的经历，就是有时候去结账的时候，可能拿钱，就是在拿钱要给那个服务员的时候，那他可能手会伸过来要拿零钱还是什么之类的时候，当他手伸过来的时候，我就会看到他的手非常的干净，然后他的指甲就是也修剪得很刚好。那当我抬头仔细去看那个人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说，他的衣服就是非常的整洁，那他的衣领处这边就是也整理得很好，然后也很干净。就是这一个人，他可能只是穿着一个简单的 polo 衫，就他们公司的制服，但是他就是很干净，然后他要把自己打理好，我就觉得，这个人莫名其妙就给我的感觉很好，就是很清新、很舒服的感觉。我觉得和人相处的时候，我不会去管他是什么容貌，但我很在意他带给我的感觉。我先前有听过一段内容，他说，时隔多年，你可能会忘记某一个人的容貌、他的名字和他的资讯，但你永远记得那个人他带给你的感觉。我想就是这种感觉。有些人的长相并不出色，他不懂流行，他不懂时髦，但是他们整洁有礼又有分寸，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。相较之下，一个长相出色、外表光鲜亮丽的人，但是他正在消化他人，我就会先退避三舍，我就远离他们。外在的呈现和内在，它其实是绑在一起，它是无法分开的。我记得我在我高中还是我大一的时候，就是我还在念书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一个地方打工。那个地方它是要收门票入园的，我那个时候的角色就是，我的职务就是在那个入口的地方迎宾，然后结账，跟大家说明那个消费方式这样子，门票这样。然后那时候某一次就有一个女生，她大约30几岁左右，然后她全身都穿名牌。就是我肉眼能看到的，她全身上下都是名牌。然后那时候她从那个远处要走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她嘛，我就一定要先立刻起身要迎宾她了。她从就是进来的时候，他就是不太想要理会我。那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还是要跟他讲，就是我要跟他收钱嘛，就是我才能让他进去这样子。反正就是我跟他介绍一下，我们这里有什么啊，什么等等之类的，跟他介绍票价说明的时候，当我讲到就是入园一个人200的时候，去里面可以折抵消费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就是很生气，就是他就一顿输出就开始讲，比如说他就讲说，为什么要收钱啊？然后就是各种巴拉巴拉巴拉，反正他就是讲很多这样子啦。然后他情绪就是非常的很大，对，然后很负面这样子。然后我当下就是因为我也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地方的规定就是需要收钱，然后就是我还是有和他说明，就是你进去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，就正常这样。然后他就是很不情愿，然后很不开心的，就从他的那个名牌包包里面再拿出那个名牌钱包，然后打开拿600块给我，因为他们有3个人。对，然后我就是正常帮他结账啊，然后他要进去之前，我就跟他说，你想要去厕所要去哪个方向，就正常要跟他互动这样，他就完全不理会我，然后他就是嘴巴就是也一直念说。他不开心，就是要被收钱这件事情，这样。然后后来他走进去的时候，他后面就是他的另一半也跟着他一起进去，然后他的另一半就是非常的冷淡，对，然后
没有任何的反应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一样的人，还是那个他的另一半见怪不怪了。对，反正他们就这样进去了。我那时候我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。我那时候看着他的背影的时候，我没有生气。我很少会对我就是不友善的人生气。他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就脑袋里浮现很多来来往往，就是可能我有时候去结账，有时候我自己是消费者，我去遇到的人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是我是员工的时候，我会遇到很好的客人等等的，我就觉得说，这世界怎么差这么多的那种感觉。有时候遇到这种人，有时候遇到这种人，对，就是有时候像比如可能我自己遇到很好的客人的时候，就是我现在在跟 A 客人讲话，然后可能 A、B 他们同行嘛，我在跟 A 客人讲话的时候，我可能刚好跟 B 对到眼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因为 B 在旁边可能没什么讲话，跟我没互动嘛。但当我跟他对到眼的时候，他会很有礼貌的，就是跟我点个头，或者是说有时候一种情况是，客人在入园的时候，他们会就是小声的，或是非常热情的跟我说谢谢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这种行为，这种痕迹很轻，它一点都没有什么戏剧化，它也没什么特别的高低起伏，也没有什么可以贩售的价值，但它让我感觉很温暖，就这样就很温暖。其实那个女生就是刚刚那个很不开心被收钱然后的那个女生，我觉得说其实她没有需要对一个打工的店员这样，因为她如果不认同，她如果不满意，她其实可以选择不消费。就是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外在，他的行头细心装点，但是他的内心却不是一个很友善的人。有些人花很多时间经营外表，却没有发现说真正破坏气质的从来不是长相，而是他的情绪、他的姿态、他的眼神、他对待别人的方式。有些人花很多时间在让自己看起来很高级，但真正让人感受到高级的，其实是我们怎么去对待别人。所以不是有人在说，如果你想要跟一个人交往，或是你想要跟一个人去考虑要跟这个人建立长期关系的话，你可以去看说一开始他是怎么去对待他的就是身边人，然后他怎么去对待服务生的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以这件事情来说，这种拥有所谓世俗眼光说的有好的外在的人，这种外在有什么好追求的？我觉得社群就完全会去模糊了这件事情，因为透过网络和距离，那些光鲜亮丽更像是一种值得被追求，然后一种好像是成功的证明。但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混淆视听，好像说要足够好看啊，足够精致才值得被珍惜，才值得被看见。我觉得社群只会让大家继续追求更漂亮的外壳，社群会让人慢慢忘记说自己原本是什么样子。长期我们看的就都是别人修饰过、别人选择过，想要就是呈现给大家看的画面跟人生。久了之后，我们就会不自觉的，就是会检查自己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脸有没有变肿啊，皮肤有没有变不好啊，就是够不够瘦啊，我会不会穿搭这种，我也会啊。我曾经也会这样啊，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，就是我前几集有分享过，说我长期就是受那个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件事情的困扰，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它会影响我经期的问题，我经期就会跟着失调。那我经期失调的时候，皮肤就会不好。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不能控制，它发生就是发生了。你失调的时候，皮肤不好的时候，完全不是药物介入，它可能立刻就可以压下来，是没有办法的。那当我就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，我就会看着网络上面的那个海量的漂亮的照片，那个漂亮的人到处都是，我就会赶快希望当时的那个阶段那个噩梦赶快过去，因为我皮肤就是很不好啊，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很烦。但其实这就是我的人生啊，这就是我需要面对跟我需要共处的东西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他们长期为皮肤或者是说为其他东西的其他面向的事情，就是那些事情在被他们就是一直在受那些东西的困扰。但是就他们也跟我一样，就是一直在对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要学习跟他们共处，然后学习要面对他们，这才是常态啊，这才是人生啊。而不是社群里那些永远都好像很完美的样子。社群呈现的是这样，不代表这个世界的基准就是这样。谁一定要拥有好的皮肤还是好的体态才值得，好像这才是值得追求的，然后这才是应该的，对吧？因为我其实觉得说，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好的，只是我们还在努力。
我觉得很多人的累不是单方面，好不好看啊这种，而是说我们太常站在别人的眼光里看自己，然后审视自己。外在不等于内在，就像我先前在自信的那一集有提到类似的观点，就是越有财富的人，不代表这个人类越完美。外在和内在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，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，对方的容貌不会是我会不会喜欢他，还有和他相处的原因，也不会是我长期跟他联系的原因。如果一个人他拥有很好的外在和容貌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如果说他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他爱抱怨，然后他成天就是批判别人，然后不愿意沟通，他只是在消耗人而已。在社会里会看见一个想法跟现象就是长得好看的人，拥有好的外在的人，拥有更多的权利和机会。关于这一点形成，我觉得这是社会和文化的整体跟很长期的投射。我不认为说长得好看、有好的外在就可以让一切合理，然后就可以躺平。而且人生很重要的东西跟长期的东西，它是无法单靠外在去维持的。外貌在长期关系下来，你就无法赋予别人任何东西啊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但你的慷慨和你的善良会去影响，会去渲染你身边每一个人。真正能让一段关系长久的，从来不是外貌，而是说这个人他怎么说话，他怎么处理情绪，他怎么对待别人，他怎么面对问题，他怎么去解决问题，怎么沟通，这些东西他才会真正的留在关系里面。我并非就是要去抹杀，然后去讲抹灭外在的影响力。除了我前面有提到的，整洁跟仪容之外，好的外在它一定有它的优势在，但内在其实是和外在同等重要的，甚至比起外在，它有更重要的东西，它更值得需要被看见。内在的品质其实也会带动我们的外貌，比如说我们的神情啊、我们的行为举止等等的。外貌可能会让人想要靠近你，但内在才会决定一个人愿不愿意留下来。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分享说，爱神丘比特在射箭的时候必须要蒙上眼睛，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，需要用心去感受。我非常认同这一句话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。真正有吸引力的人不一定会是最好看的人，而是你待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自己被好好的对待，那种舒服不需要防备的感觉，我觉得那才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得的东西。不要被时代和社群的眼光去影响你怎么对待自己，当然也不要让那些东西去影响你感受另外一个人。有时候我们会看错人，有时候我们会追求错误的东西，但这就是过程。我们只能在过程里面慢慢的去修正，然后持续挖掘和探索真正珍贵的东西。其实会发现说，真正让人舒服的人，通常都不是最完美的人。有些人的好看可能会让人欣赏啊，会让人羡慕啊，但有些人的存在会让你想要靠近，会让你想要珍惜。我们可能会看见很多我们外在就是让我们欣赏的人，但能遇到同频的灵魂却很稀罕。我相信说，在茫茫的人海里，会遇到也会我们啦，会遇到，然后也会成为就是为人带来温暖的人。就是这是我希望，就是我给你们的祝福，这样子。对，好啦，这就是我这一周想要跟你们分享的，就是一个很常见的，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想过，然后会遇到的题材。对，就是希望这一集可以陪你度过一些小时光，然后陪你想一些可能你的经历啊，或者是一些可能你有同感的日常经验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，欢迎你分享给你的身边人。对，那谢谢你的收听，希望未来一周你们都好，然后身体健康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